大家好，这里是松树心语。2014年1月8号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流星呢，以超过21万6000公里的速度撞击了地球，坠落在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北海岸。那它的轨迹和速度呢，和太阳系内的其他流星不同，表明它可能真的来自于另外一个恒星系。这颗流星被两位美国天文学家希拉杰和勒布在2019年发现，并被美国空军司令部在2022年4月确认。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颗太阳系外的流星，也是第二颗的太阳系外天体。前面呢，那么还有一个叫奥陌陌。那有人说，2014年的流星，你为什么2019年才发现呢？因为完全确认它的轨迹是太阳系之外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和确认过程。因为它的行进轨迹极为独特，表明呢它可能来自一个双星系统或者是一个恒星团，这是非常罕见和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太阳系外的天体有很大帮助。所以昨天的据外电报道呢，哈佛大学的教授阿维勒布就前面发现2014、1018的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表示可能发现了存在外星生命的证据，而这个证据很可能就来自2014年那个不明物体坠落地球时候的残存碎片。阿维勒布是一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也是哈佛大学在职时间最长的天文系主任。他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那现在已经退休。他曾经提出过奥陌陌是一艘外星飞船的假说。奥陌陌这个名字比较有意思，它是2017年发现的第一颗太阳系外的来访者那么来访者它没有坠落它的形状、速度和轨道都很奇特，所以呢，他认为奥陌陌呢是一个很有可能外星生命证据的物体，因为它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特征比如它的形状、颜色、速度、轨道和亮度变化。所以他认为呢，奥陌陌很可能是一个太空船，或者是一个探测器，或者是一个外星文明的遗迹或者信号。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的追踪它，赶上它，研究它，以免错过这个千载难得的机会。奥陌陌是一个夏威夷的词儿，是远方的信使或者先驱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天体呢是第一个被发现来自太阳系外的这么一个物体而且呢，它是在夏威夷的这个看到的哈雷阿卡拉天文台的 Pan-STARRS 望远镜下发现的。那哈雷阿卡拉天文台呢是夏威夷第一个天文观测站，它位于茂伊岛的哈雷阿卡拉火山顶部，海拔大概3000米，归夏威夷大学天文学院管。那奥陌陌这个名字就反映了这个天体呢，它是从一个遥远的过去来到了我们的太阳系。那奥陌陌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猜测那么在勒布看来他认为呢，2014年刚才我们说的坠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的那颗陨石很可能是一个外星文明的证据，因为它有一些奇怪的特征，我们前面说过它的轨道、速度还有变化等等。勒布还认为2014年坠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的那颗陨石也可能是外星文明的证据，因为它也有一些奇怪的特征，比如它的轨道速度和化学成分等等。所以呢，他就组织了一次海底探险，希望能找到那个陨石的碎片。它是用一种磁性的滑板在海底拖，他希望通过分析这些碎片，能够找到一些与奥陌陌相似或者不同的特征，从而证明或者否定他的假设。大家看到这图片呢，在大海中捞针所以洛布的计划呢，遭到了许多其他科学家的这个质疑和批评。他认为洛布的假说你缺乏证据和逻辑，而且他的探险呢，很可能会对当地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破坏。但是洛布他坚持认为他的计划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他说呢，他只是想寻找真相，而不是为了名利或者出风头。那么他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证明是错的。要开启一个科学的导论。并且他说呢，愿意接受任何合理这个反驳或者批评，他只是想用科学的方法来寻找真相而已，而不是用信仰或者偏见来决定真相。所以他相信
外星生命的存在，我们应该主动去寻找他们，而不是等着他们来找我们。讲到这儿啊，聪明的观众可能已经猜到什么了。哎，最近我们一直在聊 LK99，什么超导啊、磁性啊、抗磁性啊、顺磁啊，恰巧呢，这位前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就是用磁性滑板吸铁石在海底捞针呐。他是不是真的捞出了某种特殊的磁性物质微粒？而这种微粒呢，又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理特性。我们脑洞再大一点，比如顺磁但却超导的物质，或者呢，这种微粒啊，虽然能被磁铁吸引，但是已经不是地球上已有的任何的合金啊或者元素。比如说，什么样的物理性能或者化学性能能让一个天文系的主任大惊失色，立即要发表同行看起来都并不成熟的论文呢？这个场景又很熟悉，对吧？不成熟的论文，主流科学界的不认可。科学的道路上啊，从来不缺乏那些浪漫的理想主义存在啊，从来如此啊。我们再回到这个洛布的海底探险啊，现在看来啊，洛布的海底探险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和他的学生呢，阿米尔·希拉吉呢，在太平洋上用这种磁性的滑板，可能确实拖出了一些陨石碎片，带引号的啊，他认为是来自太阳系外的陨石碎片。而且2014年坠落在巴贝海几内亚附近的那颗陨石的一部分啊，他们的轨迹呢已经得到了美国空军司令部的证实。现在勒布呢正在对这些碎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确定它们是否有任何异常或者有趣的特征。所以啊，很快可能成为下半年替代 LK99 的科技热点。这个热点会是 CNEOS 2014-0108流星吗？要知道啊，它在坠落地球的速度啊，比太阳系附近的 95% 的恒星还要快，比大多数太空岩石还坚硬。所以勒布认为呢，从速度和材料上来看，这个物体可能就是来自另一个文明。勒布呢认为碎片上存在外星技术的残留物，可能经过改造，所以他和他的团队呢正在把发现结果呢整理成一篇论文，希望呢能在1个月左右公开发布。讲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勒布的另一篇论文。我看完这篇论文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根概啊。那这是勒布的另外一篇论文。这个勒布啊，这篇论文里面呢是关于外星文明呢是做了一个假设，他认为啊，外星文明啊并不一定都是科技先进的，也有可能呢是保持了某种原始生活方式的。所以他提出呢，外星文明的政治状况可能影响了他们的科技发展，导致我们无法观察到他们的信号。他还讨论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和未来，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幸运的成为一个科技文明，或者我们是否会因为科技而灭亡。如果我们通过望远镜无法发现科技文明的迹象，那么我们就需要亲自去探访他们的行星。他称这种研究叫天体社会学，并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领域。他指出啊，传统的天文学可能认为远程观察啊比发射探测器更经济，但是这种观点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远程观察只能发现那些发出电磁信号、改变行星大气或者留下人工物品的文明。如果外星文明呢没有改变自然环境或者发出人工信号，我们就必须去访问他们的行星才能发现他们的存在。他还指出啊，非技术文明可能有各种原因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例如呢，为了伪装、保护生态或者追求简单的生活方式，凡尔登湖嘛，是吧？他说呢，要发现这些外星文明啊，我们就需要发射探测器去他们的行星来回报结果。那最后还介绍了那个突破射星那个项目的技术目标和挑战。那好的，这就是哈佛大学前天文系主任阿维勒布对媒体放风的外星文明证据发现的来龙去脉。也许本个月我们就能拜读他的论文了，到时候呢我们再仔细聊聊。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如果阿维勒布发现了什么，那个在海底被磁体找出的神秘颗粒，您觉得可能是什么？那好的，关于阿维勒布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呢，和大家聊到这儿。您有什么观点呢？可以尽情的评论拍砖。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